大家好，这里是泥人的黑噪音。先说结论，中国企业现在纷纷出海，那是不是在重复日本当年的老路呢？我的答案是不是。在中国企业出海跟日本的这个对比当中，我们会发现两者截然不同。今天我就来说说到底有什么不同。关于中国企业出海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问几个问题。首先，中国企业为什么出海？第二，他们出海的目的是什么？第三，他们出海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当我们回答这三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中国企业出海跟日本企业出海存在着天壤之别，截然不同。当然，看表面的话，中国企业出海跟日本企业出海那还是非常相似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日本企业出海总是被提起来，跟现在中国企业来做对比。那么在当年我们看到日本的丰田、本田、松下、索尼这些巨头去全球纷纷的建厂，那个非常壮观而且影响力也是巨大。现在中国也有有比亚迪、有小米，还有这个互联网巨头什么拼多多Shein、Temu 这些。那很多人就会想到说，哇，中国又要成为另一个日本了，而且中国可能未来的走向经济的发展水平也跟日本差不多。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两者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它会压着韵脚重写剧情。我们先来看看日本企业当年出海的故事，就能感受到今天的中国和它的像与不像。我们先把时钟拨回到1980年代，当时的日本经历了出口狂潮，制造业全面崛起，大量商品，尤其是汽车占领了美国市场。1979年，日本汽车在美国销售了240万辆，占美国进口汽车总数的80%以上，占美国汽车销量总量的20%。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正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商。而美国的3大汽车公司经营业绩都出现了直线下降。日本的这种弯道超车、急速超车让美国人一下子疯了。就连当年美国的一些电影里都在表现说，你们凭什么买日本车不买美国车？而且美国也出现了砸车、砸日本车的这种反日的行为当时美国反日的这种心态和激烈程度可以说跟后来中国人砸日货的时候都差不多。当然，美国是没有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仅仅只是为了经济战争去砸日本车的，这是一个区别当然，在面对日本这样强力的攻城略地之下，美国也没有甘于示弱。在经历了漫长的激烈的贸易战，当时这个贸易战的烈度是大于现在中美贸易战的。在这个贸易战之后，美国牵头西方一些国家和日本签下了那个著名的广场协议。很多人说是广场协议让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甚至让日本经济走上了衰退的漫长的道路。但是不尽然广场协议是一个引信，但是日本经济本身的这种泡沫程度也是相当高的。它就算是没有广场协议，经济迟早也要出问题。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今天的重点还是日本企业当年出海究竟是怎样出的，和中国有什么不同。在广场协议签订后，投资者大量的抛售美元，3年间日元对美元就大幅升值了53%，到达了129日元。此后3年，日本的进出口增速不断的下行，对外贸易持续的萎缩。相反，这个日元升值以后日本对外投资显著扩张。大家都知道，在本币升值的情况下，对外出口是不利的，所以这时候日本企业大幅的增加了他们的海外投资，传统的制造产业逐渐的转移出了日本。出海这个时候开始成了日本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很多人不知道日本当年喊出过一句口号，什么呢？在海外再造一个日本。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简单的卖产品，而是要把整个日本式的产业链、管理文化、生产体系全部都搬到海外去复制一遍，在海外直接 copy 粘贴一个日本。日本当年的出海跟中国这一点就不太一样。当时是日本的抱团出海，是在政府的牵头之下，日本的财团的这种牵头之下，很多日本企业一起抱团出海的。它是一个国家战略，是整个日本这个国家为了求生存，因为在广场协议之后，这些企业还是在日本待着的话，他们迟早都会死，所以他们必须要寻求生路。那么日本出海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我刚刚说的国家牵头抱团出海。那么当时他们的这个重资产出海是最激烈的，也是最明显的。在一开始很多这个机械、化工这些产业纷纷的先出海，
当时这些大的财团这种大型企业呢，全部都直接搬到了东南亚很多地方呢，直接开厂，是把他们一整套的技术和设备，还有他们的所有的这个资源和管理，全部都照搬到了海外这些地方。当时日本出海的最大的特征是政府、银行、企业这三者呢一起抱团，也就是说，它的整个金融体系都跟这个有关。这也是现在中国跟它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说完了日本当年出海的情况，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中国。中国现在的出海呢，又是怎么回事？在2023年开始啊，中国开始了这个正式的企业出海潮。虽然说在之前就已经说过啊，企业要走出去，有这样的战略，但是真正的企业开始行动出海，基本上就是2023年开始的。那为什么是2023年开始呢？首先这个时间节点啊就值得玩味。我们都知道2022年的时候，中国的企业开始遭受了一轮重击，不光是疫情的问题，其实中国的经济结构带来这个内需不足的问题就已经凸显得非常的严重了。当时就算是没有疫情的话，中国的企业啊也必须得出海。国内的市场不足，内需不足，成了中国企业出海的最直接的诱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产能过剩。大家都知道，产能过剩的问题在近几年是愈演愈烈，很多这个产品呢都是拼价格战，拼命的内卷，这一点让全世界都头疼。中国自己呢也在尝试想办法去化解这个产能。像一带一路其实有一个直接的目的呢，就是化解产能。但是啊，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能实在是太大了，达到了世界30%的这个制造业的比重，中国本土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消化这个制造业的。而且制造业整体啊还是处于中低端，在这个中低端的时候呢，就容易比较形成扎堆内卷，再加上中国的产业模式是一呼百应的这种模式，也是容易形成内卷。综上这些因素啊，一起让中国的企业卷生卷死，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再叠加2023年以来的内需不足，就是雪上加霜啊。所以中国企业出海的原因啊，跟日本就不太一样。日本当年是跟美国签了这个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这个就是一个直接出海的诱因。他们不像中国一样存在这么巨大的产能过剩，也不像中国一样存在这么严重的内需不足。因为日本的内需不足的问题，并不是当时很快就体现出来的。他们最直接的诱因呢，就是日元升值所带来的这个国内外金融环境的变化、汇率的变化。而且当时日本有一个新的国家战略，就是在海外再造一个日本之后呢，它还可以把赚的钱再弄回日本来。这样呢，并不妨碍日本国内经济的发展。所以说，对日本来说，再造一个海外的日本没有什么坏处，只有好处。那他们何乐而不为呢？但是中国企业出海呢，它最大的诱因是把过剩的产能向全世界去铺开。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些企业呢也是有动机去赚全世界的钱。但是如果说国内的内需很旺盛，以及没有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中美贸易战以及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那中国企业呢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出海动力。因为中国太大了，它跟日本不一样，日本国内的市场小，它本来就没有办法满足日本的这些企业的需求。但是中国国内的体量巨大，这些企业它只要国内有钱赚，它就懒得出海。就像百度，它愿意出海吗？国内它靠着垄断地位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像小米、比亚迪，它在国内是没有办法一直维持它的生存的，所以他们必须寻找海外市场。那么中国企业出海有哪些现象呢？我们可以来总结总结。一方面呢，是制造企业在海外大规模的建厂，比如比亚迪在泰国、巴西、印尼，甚至现在在欧洲都在建厂，他们的业务呢也在这些地方扩张的非常的迅速。当然，比亚迪的销量大家也都知道，在全球呢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还有宁德时代在德国、匈牙利也都有建厂 ，TCL 呢在埃及建了厂。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一种中低端制造的在海外建厂扩张的这个最显著的标志。埃及呢就像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一样，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呢除了这些制造业企业出海还有互联网企业的出海，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很少被人提及。其实我们看到的 Shein、Temu 还有拼多多，还有很多我们知道的这个 TikTok 这样的互联网企业都算出海TikTok 呢尽管做了分割，但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出海。所以说中国在这一点上已经跟日本也不太一样了。接下来我们就重点分析一下二者到底有哪些不同。刚刚呢我们其实已经说了中国出海和日本出海的两大不同，一个呢
是因为他们的动机不同。日本的企业出海是因为广场协议造成的日元升值这个直接的原因，中国企业出海呢是产能过剩造成的。那么还有一个不同呢，是双方出海的方式不太一样。日本是企业、政府、银行做成这种大的财团以后直接抱团出海，但是中国的企业出海呢都是单打独斗，比如比亚迪、小米这些企业，他们都是自己干自己的。这两个重点的区别呢，我们已经说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区别啊，层次会更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出海的产业模式上啊，就有着很大的不同。日本当年基本上是重资产制造业出海，它的工厂设备、人力全套的复制，资本密集型是它的最大的特征。在它这个起步和扩张的阶段，是电气设备、运输设备、化学制药，全都是这种重工业出海。成熟阶段的时候呢，才是这个批发零售行业，还有一些轻工业在出海提速。最后在扩张阶段，它的出海行业又赚这个产业链分工的钱，因为他们在产业链的上端就可以赚到最大的利润。最后的成熟阶段，它靠出海行业赚全世界市场扩张的这个钱，它是分阶段的，而且非常的明显。但是中国企业出海在这个产业模式上是非常的不一样。首先，中国的这些重资产、重工业并没有出海，我们很少听说中国有这种重型机械、重型化工这些企业出海，他们呢更多的是去海外做一些建设，去卖设备，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生产线都整个搬到海外去，这是中国最大的区别。同时呢，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呢就是它的这个数字产业，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互联网公司，它构成了中国出海的另外一级。现在中国出海呢，它也是制造业为主，只不过它不像是当年日本那样是重工业出海，但是呢，它是这个中低端的轻工业出海为主。在另一端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数字产业为主。所以中国的这个出海模式啊，构成了一头是轻工业制造业，一头是互联网数字产业，双头并进的这样一个出海模式。对当年的日本来说啊，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模式。其实我们觉得很奇怪啊，就是按理说中国可能才应该像是日本当年的那种出海模式，毕竟中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嘛。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啊，中国政府牵头，然后让中国这些企业抱团，中国的银行也给他们铺路，大家一起出海，这个更像中国模式啊。但是为什么中国反而是这种企业市场化、单打独斗的出海？日本呢，倒是像中国的这种模式一样，国家牵头，重工业出海呢？其实啊，这个话题就很有意思，因为中国这种重工业，它集中在国企，这个国企的出海呢，不是那么容易，它面临着国外非常严格的审查。国企国资的这个出海，在国外看来呢，它带有一种政治性，所以都是提防的。但是中国的这些轻工业、这些市场化的民营企业呢，他们不受什么审查，在海外扩张是很容易的，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出海的产业又集中在哪些行业呢？综合来看，中国的出海产业呢，以中游制造为主，比如说汽车、家电、光伏、电池、消费电子等等。在另外一级呢，就是传媒，包括这些互联网公司，还有电商公司。其实还有一种出海企业是现在这个消费企业，比如说餐饮的出海呢，就非常的明显。很多中国的餐饮企业都在急速的进行海外扩张。所以说总结一下呀，中国和日本出海的这个产业模式很不一样。那么这种模式不同之中，到底谁优谁劣呢？其实啊很难讲，因为当年日本的企业出海可以说基本上就集中在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重型制造业。但是中国呢，集中在中低端制造业。就除了我们知道的这些比较光鲜亮丽的产业之外，其实还有大量的产业是哪些呢？比如说纺织业呀，还有一些小厂家呢，他们自己去越南建个厂，这个是很容易的事情。很多中国的这个老板呢，都说去越南建厂呢，其实难度跟在中国的这个不同的省去建个厂没有什么区别，花点钱把自己的那个生产线搬过去就完事儿了，招点工人都是很简单的事儿。所以说，中国这些个小企业出海呢，也是跟日本不一样的。总体而言，中国出海企业的这个产业链位置跟日本是不一样的。日本集中在上游、中游重资产，而中国集中在中游、下游偏轻资产，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区别。这也跟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水平有关啊。日本当年索尼、松下、丰田、本田这些公司呢，都已经是超级巨头了，但是中国现在呢，还缺乏一个真正称得上超级巨头这样的企业。比亚迪呢，只能说是刚刚在全世界有了领先地位，但是还谈不上一个真正的巨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海就像是一个还没有特别成熟的果子，
或者说还没有完全锻炼成功的一个武器，就已经要急着去在海外进行这个表演和竞争了。这个呢有2个方面我们可以说啊，一个是好处就是在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出海呢，在海外会很快得到很大的锻炼，成长呢也会很快。比如说比亚迪现在在欧洲的扩张呢遇到了很大的一个障碍，因为它在欧洲水土不服，不符合当地的消费习惯。但是比亚迪也很快就进行了一个调整，在2025年，比亚迪就已经迅速的扭转了它在欧洲的这个颓势啊。这就是比亚迪在出海过程当中受到的历练。那么在一个企业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就接受这种高强度的竞争，高强度的不同市场的考验，对于这个企业走向成熟是有好处的。所以说不管是小米还是我们刚说的 TCL 类似这样的公司，他们在各个地方都会经历不同的考验，都会大浪淘沙，让他们变得更强，这是积极的一方面啊。但是不好的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只能是中下游这个产业链价值链上的企业出海，导致他们还是处于那个不怎么赚钱的模式，还是处于只不过是在国外卷，国内卷不动了去国外卷，这个卷的本质没有变，所以他们到国外去之后仍然赚不到多少钱，以及从事的还是这个中低端制造业，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漂亮，听起来是去出海了，好像在全球扩张了，这个企业好像很厉害，但实际上呢，只是在利用一些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他们造出来的东西并没有产生更多的价值，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和日本最大的区别。当年日本在海外它占据着价值链的高端，在海外他们确实再造了一个日本，赚到了巨量的钱，然后呢养活了日本国内的这个整个财政还有日本的经济。所以日本的经济呢在这个泡沫破裂的30年之后一直都没有崩，日本一直还保持着发达国家的地位，跟它这个海外再造日本之后非常高的这个产业链位置赚到的利润非常的多有关系。但是中国企业出海如果没有在出海过程中完成这个产业升级的话，那他们这个出海其实是有点无以为继的。也许在某一天有更廉价的劳动力，或者也许在某一天人家国外的这些厂商也要跟你卷，那你可能就要被人家给吃掉了。那以上基本上就说完了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出海的不同之处。现在我们说一下中国企业出海还面临哪些挑战呢？这些挑战其实也跟当年的日本企业出海不太一样。首先第一点就是中国企业出海它面临这个地缘政治环境更加的恶劣。当年日本出海的时候在政治上它并没有受到全世界的围堵，也没有太多地缘政治上的争端。但是中国企业出海，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首先它的背景就是因为地缘政治争端才不得不出海的。那现在你出海之后，这个地缘政治环境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你中国企业在海外还是会受到这个打压、围堵和政治上的一些影响，这就让中国企业都很头疼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在跟当年日本相比的话，中国多了一层这种沉重的色彩。日本当年出海只是一个经济行为，但是中国现在的出海呢带有政治色彩，这样一来中国企业他们所承担的这个重担就多了一层，所以说他们需要更大的力量才能够做得更好。以及我刚刚说的中国的出海它带有这个互联网产业这样一个色彩，所以说我们看到对互联网产业的封杀也是更严重的。因为互联网产业跟日本当年出海的重资产重工业它不太一样，日本的这些产业呢并不牵扯到什么数据安全、国家安全，但是中国出海的这种互联网产业多多少少都带有一些这种色彩。就像 TikTok 被美国封杀的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典型。明明字节跳动已经发展成了全世界互联网巨头当中这个可以跟亚马逊这种并列的一个巨头，但是就是因为数据安全的问题跟美国呢发生了这样激烈的争端，导致 TikTok 以及字节跳动他们的业务呢其实还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这一点就是现在这个互联网社会的一个重大的特征。因为互联网带有这种数据统治的特征以后，它势必会引起一些政治上的争端，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情，你必须承受其中这样的压力才能够去完成你业务的扩张。那再比如说中国这些在中概股上市的公司，前段时间川普也威胁过有可能让这些中概股呢强行退市，那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些互联网公司，比如说京东携程对吧？这些企业呢他们在这种重压之下多多少少呢也是要受影响的。中概股的股价呢经常在中美争端的情况下受到这种起伏波动，影响很大，很多人都不敢买中概股，因为就是一个政策市。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会一直在里面受到牵绊，这是很头痛的一件事情相比之下，日本企业当年是没有这样的压力的，他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业务就够了。
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复杂的事情，那日本企业就更容易在国外做得顺风顺水。另外一个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出海的这个落地也很难。这个呀，当年日本其实也遇到过类似的，只不过呢，日本它是举国力量，就是我前面说的抱团出海，日本政府出面，日本的财团出面，人家这个话语权很大呀，谈判的时候筹码大呀，所以日本企业在当年遇到海外水土不服的时候呢，比较容易搞定。但是中国企业现在出海的时候啊，普遍面临一个困难，比如说他们在东南亚建厂的时候，就经常遇到一些阻碍，供应链跟不上呀，人才跟不上呀，然后各种各样的资源都没有配套，甚至还有一些当地政府的这种阻挠，政策的不明朗，很多因素呢，都让中国的企业出海单打独斗的情况下显得很单薄。他们作为一个中小企业呢，无力去对抗当地的这种环境。就不要说中小企业了，就连小米这些大型巨头，他们在印度啊或者什么地方建厂，都遇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这种阻碍。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形成这种力量抱团的话，被人家欺负，或者说在海外遇到水土不服，那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因为中国企业出海啊，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又都是各自为战，这就导致他们总是很弱势，所以这个水土不服的问题呢，远远超过当年日本企业出海的时候这个难度。其实另外还有一点我想说的，中国企业在国内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企业都是靠着补贴、靠着退税在活。其实很多企业的这个利润呢，都是相当的微薄，可能就赚几分钱，甚至有的就是赔钱，靠那个现金流赚着在活，甚至呢就完全靠那个退税补贴在活。他们如果没有这个补贴的话，立马就会死。但是这种补贴的模式啊，你出海以后还要依赖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出海其实根本就没有带来什么利润上的变化，还是那种低端的卷。这个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在这里呢，我更强调的就是这个补贴模式带来的问题。补贴是中国这个制造业始终都是扶持它成长的原因，但同时也是它最大的一个桎梏。在这种时候，出海就跟这个补贴呢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也让这些企业啊出海之后变得越来越艰难。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出海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品牌化的不同。我在往期节目里啊已经反复讲过，中国企业他们最大的软肋和短板呢，就是品牌特别弱。当年日本出海的时候，我刚刚也已经说过啊，索尼、松下、丰田、本田这些巨头，他们已经是全球的影响力巨大的品牌。他们出海的时候就已经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非常令人信任的品牌。但是中国企业品牌影响力啊还是太弱了。像 Shein、Temu 这些，尽管是在国外有很大影响力的电商，但是其实他们还只是在影响一些消费力不强的底层民众。但是在国外真正有影响力的品牌，你必须要影响到中产阶级和富人，这个才是国外市场的一个真相。你如果光靠底层的话，其实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品牌。那汽车品牌也一样，不管是比亚迪还是吉利这一类的汽车呢，都是在国外并没有真正的影响到中产阶级这个群体他们的消费意识。也就是说，品牌意识的形成啊，它必须在国外最主流的、最有消费力的这个群体形成一种非常牢固的、根深蒂固的形象，让他们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让他们无时不刻都会想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中国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它必须要完成这样一个蜕变，才能够达到日本当年出海的那种高度。所以说，中国企业未来出海能不能成功呢？关键就在于两个层面，一个是中国企业能不能建立全球信任与品牌这个能力，跳出现在这种低价、拼物流、烧钱这样的一种野蛮竞争的一种范式。第二点呢，就是中国能不能建立自己的全球商业网络，而不是去在别人设定的这个规则下，别人的这个供应链之下、产业链之下去为别人服务。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也讲过一点，中国在这个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呢，处于微笑曲线的这个洼地，也就是说它还是在中低端这个产业链上去挣扎，没有办法达到全球价值链的这个高层次。所以说中国企业出海它最大的命题呢，还是要产业自己本身升级，产业本身要成为全球定义产业链的这样一个角色。像我刚举例的日本这些当年出海的巨头呢，人家就是在产业链的顶端去定义全球产业链规则的，去定义全球的消费模式的这样的存在。但是中国呢，现在还是在模仿人家，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走。这个出海呢，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它是一个还没有成熟的武器，你就拿出来必须要跟最强悍的一些对手进行这种拼杀。那么我们能看到的好的未来呢，就是在这种拼杀当中，中国企业啊产生一大批非常影响力巨大的
强有力的这种巨头，成为中国版的索尼、松下。但是还有一个不好的未来呢，就是他们会慢慢的弱势衰落下去，在全球呢越来越失去竞争力，导致最后中国的这个企业出海没有办法给中国带来经济新的增长活力，更没有办法去消化中国过剩的产能，导致最后出海也无以为继。那面对这两种不同的结局，我们可以把它归结到一点，就是中国企业如果想要出海成功，中国如果想要出海也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的话，这些中国企业呢必须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再用国内的那一套去跟国外竞争，不要再去卷价格，也不要再去靠压榨员工去实现自己的高利润，更不要在这个产业链上去压榨供应商，也不要搞什么很虚无的供应链融资，而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烧钱、内卷、低价格、补贴这些方式呢，在国内你玩得转，但是在国外未必能有持续性，尤其是在创新方面呢，也要大量的投入，必须要在国外呢适应当地的环境，研究国外的消费习惯，不能像当年中国的摩托车出海一样，出海算成功了，很快也占领了国外市场，但是口碑也很快烂掉了。所以当年摩托车出海失败的这个故事，就是中国企业现在最大的一个警钟。如果短视，如果不注重长期的这种企业文化的培养，那现在这个所谓的出海热呢，也注定只能是短暂的、暂时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我的观众朋友当中有这个出海从业者，比如说有老板，有这个出海企业的工作人员，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多分享大家对于中国企业出海遇到的一些问题和自己的看法，分享一些信息，我们来一起讨论。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节目，关注、转发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的频道刚建立没多久，需要大家的支持。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